我看中一套530万的别墅，付款那天售楼小姐把合同递给我，业主栏赫然写着3个字：李小强，这是我小舅子的名字。快签啊！强强还要拿去发朋友圈呢。你年薪350万，1分都不出吗？我的钱是我的，你的钱才是家里的，这个我们不是早就说好了吗？存这么多钱，你是准备留着2婚用？全场瞬间死寂，整个售楼大厅好像被按下了静音键。李月张着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售楼小姐拿着文件夹的手停在半空，眼睛瞪得像铜铃。这房子我不买了。说完直接朝大门走去，走了几步，李月的尖叫声才追上来。周哲，你给我站住！你今天把话说清楚，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羞辱我，你什么意思？他的力气很大，指甲几乎要嵌进我肉里。他愤怒的脸有些扭曲。哪句是羞辱，哪句不是事实？我年薪300万，给你弟买530万的婚房，房产证写他的名字。你年薪350万，1分钱不出，还要催我赶紧给钱。李月，是你疯了还是我疯了？李月的嘴唇哆嗦着，但什么都说不出来。周哲，你变了，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对，以前是我傻。我坐进驾驶室，关上车门，没有丝毫停留，直接开车离开。我跟李月结婚5年，这5年我对他家仁至义尽。他弟弟李小强毕业就没正经上过班，今天开的奶茶店，明天搞个工作室，我前前后后投进去不下50万，全都打了水漂。他妈3天2头住院，私立医院的 VIP 病房费用都是我出。李月从没说过一个钱字，他总说他赚的钱要存起来，为了我们未来的保障。我以前信了，我觉得夫妻之间没必要分那么清，我的钱就是家里的钱。直到半个月前，李小强谈了个女朋友，对方要求必须有婚房。强强是我唯一的弟弟，我不能不管。老公，你作为姐夫理应帮忙。他看中了一套别墅，530万。我当时沉默了很久，我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是我一个项目一个项目谈下来，一天一天熬夜熬出来的。那你做姐姐的打算出多少？我的钱不是要存着吗？以后我们养老、孩子教育都要花钱的。我看着他那张理所当然的脸，心里第一次有了一丝裂缝，但我还是答应了。可以，就当是借给你们的。一家人说什么借不借的？回到家，我把自己摔进沙发，看着这套结婚时买的200的平层，心中五味杂李。李月那句“我的钱是我的，你的钱是家里的”，在我脑中反复回响。我拿出手机找到一个号码拨了过去。喂，张律师吗？是周哲，有点事想咨询一下，关于离婚和婚前财产保全。挂了电话，我感觉心里那块堵着的石头松动了。门口传来响声，是李月回来了。周哲，你长本事了是吧？敢不接我电话？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解释。解释什么？为什么要那么说我？为什么要让我家在外面丢脸？丢脸？拿着我的钱给你弟买房，房产证还写他的名字，你觉得这是件很有面子的事吗？那是我弟，我唯一的弟弟，他结婚，我这个做姐姐的帮他有什么错？你没错，你有350万年薪，你可以帮他，你可以自己出530万给他买别墅，我一个字都不会说。你周哲，我们是夫妻，夫妻就该一体，你分那么清楚干什么？所以我们离婚吧，财产1人1半，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李月的声音像被掐住脖子，她后退一步靠在墙上。周哲，你为了这点小事要跟我离婚？小事？在你眼里，我掏空家底给你弟买房是小事，你把我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是小事。我们5年的婚姻就是一个自动提款机，这也是小事。我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钉进他的心里。我没有，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觉得强强他不容易，我们帮帮他。够了，我不想再听这些了。明天我会让律师联系你，房产存款我们依法分割。不，我不同意，我不同意离婚。阿哲，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你别这样，我们好好谈谈好不好？都是我妈，是我妈非要写强强的名字，她说这样她女朋友家才有面子。他把所有责任都推得干干净净，我静静地看着他表演，看着这个跟我同床共枕了5年的女人，心里一片冰冷。如果我今天没有看那一眼合同，如果我签了字，刷了卡，那530万是不是就成了他弟弟的婚前财产，和我们这个家再没有半点关系，而我会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傻子。李月，你知道我今天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吗？李月哭得梨花带雨，泪眼婆娑地看着我。我感觉我不是你的丈夫，我是你们家的长工，一个会挣钱还能被你们予取予求的长工。我累了，不想再玩这种一家人的游戏了。门铃突然响了，李月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立刻跑去开门。丈母娘一进门就冲到我面前，手指几乎戳到我鼻子上。周哲，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我们家小月哪里对不起你了？你要在外面这么糟践她？老丈人跟在后面一脸铁青，李小强躲在最后面低着头不敢看我。李月扶着他妈哭哭啼啼，妈，他要跟我离婚。什么离婚？你凭什么？我告诉你周哲，我们李家的女儿没有被退货的道理，今天你不给我们一个说法，我们就不走了。他一屁股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一场家庭审判拉开了序幕。说法？你们想要什么说法？
你为什么要欺负小月？为什么要欺负强强？我欺负他们，我给李小强50万创业，让他打水漂，是我欺负他。我给你看病住最好的病房，花了几十万，是我欺负你。我今天准备掏530万给他买婚房，是我欺负他。我每说一句，丈母娘的脸色就难看一分，李志强的头埋得更低了。那不一样，你是我女婿，你挣钱不就是给我们花的吗？没有我们家小月，你能有今天？我年薪300万是靠我自己在公司拼出来的，这套房子是我婚前财产付的首付，婚后我们一起还贷，但大头是我。倒是李月，年薪350万，他往这个家里交过1分钱吗？除了买他自己的包，他自己的衣服，他为这个家付出过什么？全场再次寂静，李月的脸白得像纸。李小强终于抬起头，小声嘟囔了一句：“姐夫，你个大男人，跟我姐计较这个干什么？”闭嘴！我一声厉喝，李志强吓得一哆嗦，立刻闭上了嘴。我今天把话说明白，婚必须离，房子、车子、存款。所有财产我会请律师来核算，该是谁的就是谁的。从今天起，你们李家的任何事都与我无关。现在，请你们离开我的家。这是逐客令，也是我最后的体面。然而我低估了他们的无耻。丈母娘像是没听见我的话。走，我们往哪儿走？她那张因为肥胖而显得油腻的脸上，硬是挤出一丝悲愤。我女儿嫁给你5年，给你当牛做马。现在你发达了，有钱了，就要把我们一家都踹开。周哲，你的心是石头做的吗？听了丈母娘的话，我几乎要气笑了。当牛做马，一个家里请着钟点工，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女人是怎么跟当牛做马这4个字联系上的？李月走到他妈身边，用控诉的眼神看着我。阿哲，你怎么能这么跟我妈说话？她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她身体不好，就应该在家里好好休养，而不是跑到我家来对我指手画脚。周哲，注意你的态度，我们是你的长辈。老丈人一脸威严，试图用辈分来压我。长辈就要有个长辈的样子，纵容自己的儿子像个寄生虫一样吸女婿的血，纵容自己的老婆颠倒黑白，这就是你们李家的长辈风范。你老丈人被我顶得说不出话，一张脸涨成了猪肝色。李志强见父母都落了下风，终于忍不住了，他红着眼睛，一副天大的委屈。姐夫，我到底哪里做错了？我不就是想有个自己的家吗？我女朋友说了，没有这套别墅，她就跟我分手。他把一切都归咎于我，好像他谈不成恋爱是我造成的。你想有自己的家，就该自己去奋斗去挣钱，而不是让你姐搜刮我的钱来给你铺路。你今年27了，靠着姐姐姐夫养，你就不觉得丢人？周哲，你够了！你为什么要这么羞辱我的家人？我们是一家人啊！我走到他面前，死死地盯着他的眼睛。李月，你真的把我当成一家人了吗？你口口声声说你那350万年薪是存起来为了我们未来的保障。好，保障在哪儿？你存了多少？存在哪个银行？拿出来给我看看，让我们当着你全家的面一起看看，你为我们这个家到底准备了多少保障？李月的瞳孔猛地一缩，眼神里第一次露出了惊慌，他嘴唇颤抖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当然拿不出来，他的钱大部分都通过各种方式贴补给了他这个不容易的弟弟和他这个身体不好的妈，买车、还信用卡，甚至还赌债。既然你们不愿意体面的离开，那我就只能请人来帮你们了。我做事要拨打110，李月急忙拦住了我。家丑不可外扬，他比谁都懂这个道理。一旦警察上门，整个小区都会知道，到时候丢脸的是他们李家。好，周哲，你够狠！小月，跟我们一起走。这种没良心的男人，不要也罢。周哲，真的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吗？从你在合同上写下李志强名字的那一刻起，就没有了。李月浑身一颤，眼里的光彻底熄灭了。最终他们一家人还是走了。我掏出手机，再次拨通了张律师的电话。张律师，正式启动吧，请帮我准备离婚协议，我明天把相关的证据材料发给你。另外，帮我申请财产保全，我怀疑对方有转移、隐匿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作为一个逻辑严谨、注重事实的人，我习惯于保留各种记录。我打开网银，导出了5年来所有的转账记录，一笔笔触目惊心，零零总总加起来超过120万。我将这些记录一条条截图保存，接着我登录了我和李月共同使用的一个云盘，找到了一个被李月命名为个人开销的文件夹，里面全是他购买奢侈品的电子发票，几十万的爱马仕包，10几万的百达翡丽手表，各种名牌衣服、鞋子，总金额超过了他2年不吃不喝的工资。而他买这些东西刷的却几乎都是我给他的附属卡，他自己的工资卡流水干净的像一张白纸。我将这些发票同样整理打包。这还不够，我需要证明他自己的钱去了哪里。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登录了那家银行的手机 APP， 输入李月的身份证号，在密码栏输入了李志强的生日，提示登录成功。我点开流水明细，一行行的记录清晰地展示了他们为了我们未来的钱都流向了何方。将这些关键流水全部截图保存。我将所有文件打包成一个加密压缩包，命名为婚姻的账本，通过邮件发给了张律师。邮件发出的那一刻，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这不是报复，这是清算，是对我过去5年愚蠢人生的一个交代。手机震动起来，是李月发来的10几条微信，一条比一条煽
煽情，一条比一条诛心。他试图用过去的回忆和亲情来软化我。鳄鱼的眼泪不值得同情。我没有回复，直接把车开向公司。一整天我都投入在工作中。下午，一个重要的项目会议结束后，我拿起手机，发现李月的微信风格变了。哼，软的不行，开始来硬的了。我冷笑一声，将这些威胁的聊天记录截图。就在这时，张律师的电话打了过来。周先生，邮件收到了，证据非常充分，比我想象的还要好。我已经起草好离婚协议和财产保全申请，法院那边也沟通过了，最快明天就能立案。好的，辛苦了。另外，李月本人给我打了电话，他说如果我再敢代理你的案子，他就去律师协会告我。我揉了揉眉心，这个女人已经蠢到无药可救了。我把通话录音了，这也能作为呈堂证供，证明他情绪不稳定且有暴力倾向。接下来他应该会来找你了，做好准备。张律师的预言很准。我刚把车停进地库，就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周哲，你真的要做到这么绝？我没有理他，径直走向电梯口。你居然让律师给我打电话，你还申请财产保全，你想冻结我的账户，那是我的钱，你凭什么冻结？你的钱？我终于停下脚步，冷眼看着他。你转给你弟买车那80万，也是你辛辛苦苦赚的。你给你爸妈每个月1、2万的生活费，也是你辛辛苦苦赚的。李月，结婚5年，你为家里买过一根葱还是一颗蒜？李月脸上的愤怒瞬间凝固，取而代之的是震惊和恐惧。你怎么知道的？你查我，你居然敢查我！夫妻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呢？他质问我，仿佛自己才是受害者。信任？我笑了，笑得无比讥讽。当你在房产合同上写下李小强名字的时候，你跟我谈信任；当你把我们家的钱源源不断的搬运到你娘家的时候，你跟我谈信任。李月，别再自欺欺人了，我们之间早就没有信任可言了。周哲，我们谈谈。他的语气软了下来，带着一丝哀求。我们不离婚，好不好？别说我不买了，钱我还给你，行不行？晚了，有些事一旦做了，就回不了头了。我不会让你就这么得逞的。这房子是婚后财产，我要一半，你公司里的股份我也要一半，你所有的钱我都要一半，我还要告你婚内出轨，让你净身出户，身败名裂。他开始口不择言的放狠话，我静静的看着他疯狂的样子，拿出手机点开录音功能，将他此刻的丑态完整的记录了下来。回到家中后，我把刚才那段录音也发给了张律师，并附上了一句话：他情绪很不稳定。收到，这是有力的证据。另外，法院的财产保全裁定已经下来了，执行庭今天就会通过银行系统对李月名下的所有账户进行冻结，限额是我方申请的550万。我看着律师发来的消息，心中一块大石终于落地。这意味着他多年来精心构筑的个人小金库，在法律层面已经被彻底封死，他再也无法动用1分钱去填补娘家的无底洞。我简单收拾了几件换洗衣物，装进一个行李箱，然后在一家5星级酒店开了长期房间。我不想再面对李月任何形式的纠缠和撒泼。李月我的家门口撒泼无果后，他愤怒地回了娘家。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钱转移，然而手机上却是显示您的账户已被司法冻结，详情请咨询开户行。他名下所有的储蓄卡无一幸免。他终于意识到我的那句晚了到底是什么意思。他疯了一样给我打电话，但我的手机早已关机，只能把所有的怒火和恐惧都发泄到了他的家人身上。我的钱全被冻结了。周哲那个王八蛋，他把我的钱全冻结了。什么？冻结了？什么意思啊？李小强比谁都紧张，那可是他别墅的首付款，是他未来幸福生活的保障。就是不能用了，1分钱都动不了了。他真的去法院告我了。这个天杀的白眼狼，我们家怎么就招了这么一个丧门星啊？这是要逼死我们全家啊！老丈人脸色铁青，在客厅里来回踱步。哭有什么用？现在是想办法的时候。哭声停了，一家人你看我，我看你，脸上都写满了六神无主。要不我们去他公司闹，说他婚内出轨，抛弃妻子，让他身败名裂。我看他还敢不敢这么嚣张？这个主意立刻得到了丈母娘的赞同。对，就这么干，我就不信他不要脸，他公司还能不要脸？不行。李月立刻否决了这个愚蠢的提议。他虽然方寸已乱，但基本的理智还在。他比谁都清楚我没有出轨，他们手里没有任何证据。那怎么办啊，姐？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把钱都抢走吧？李月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擦干眼泪，从地上站起来。我们分头行动，把我们的委屈都跟他的亲戚朋友们好好说说。说的时候一定要哭，要显得我们有多可怜、多无助。要把所有的错都推到周哲身上，把买别墅的事说成是他主动提出，又临时反悔，故意羞辱我们。把离婚说成是他早有预谋，就为了独吞财产。一家人立刻领会了精神。一场围绕着我的有预谋的舆论抹黑战悄然拉开了帷幕。
接下来的一天里，我陆续接到了很多电话，有我的远房亲戚，有以前关系还不错的同学，甚至还有我父母单位的老同事，无一例外，他们都是来主持公道的，都是指责我无情无义，劝我大度一点，不要跟女人和她娘家人计较。我只是冷静地把那几个核心事实重复一遍，大部分人在听完后都会陷入尴尬的沉默，然后找个借口结束通话。张律师的正式接触安排在3天后，地点是他的律师事务所。那场所谓的谈判，在张律师甩出证据后便草草收场。李月的律师全程没说过一句话，只是不停地擦汗，最后带着3位当事人仓皇逃离。在律所的楼下，积压已久的矛盾终于爆发了。丈母娘不再哭嚎，而是指着李月的鼻子破口大骂：“你不是说那些钱都存得好好的吗？你怎么会把钱都转给那个小畜生，还赚了那么多？现在好了，不但1分钱都要不回来，还要赔钱！你这个没用的东西！”他口中的小畜生，自然是指他的宝贝儿子李小强。姐，这可怎么办啊？那车还在我名下，他会不会把我的车也收走啊？我女朋友要是知道了，肯定要跟我分手的。李月在母亲的咒骂和弟弟的抱怨中彻底崩溃。现在知道怪我了，当初你们花钱的时候怎么不说？我给你们买车，给你们还赌债，给你们生活费的时候，你们有一个人说过一个不字吗？现在出事了，全都是我的错了。这场闹剧的最终结果是李小强的女朋友果断地跟他提了分手，并拉黑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丈母娘因为心脏病发，又一次住进了医院，但这一次没有 VIP 病房，也没有我这个冤大头女婿去支付高昂的医药费。李月的账户被冻结，只能给他妈办了最普通的病房。李月在经历了初期的混乱后，她似乎终于认清了现实，她开始频繁地给我发信息，她试图用旧情用忏悔来做最后的挣扎。我看着这些信息一条都没有回复。信任一旦破碎，就再也无法拼凑，更何况他的忏悔不是因为爱，而是因为恐惧。他害怕失去一切，害怕面对那个被他自己掏空的未来。我将这些聊天记录截图发给了张律师。不必理会，我们基本上已经立于不败之地。对方唯一的翻盘点就是打感情牌，在法庭上哭诉，博取法官的同情。但我们有他恶意转移财产的铁证，有他威胁、诽谤的录音录像，感情牌的作用微乎其微。离开庭的日子越来越近。李月在所有的牌都打光，所有的方法都失效后，终于走上了那条最愚蠢也是最无法回头的路。喂，请问是周哲先生吗？这里是市公安局城西分局，有市民报警称，你于昨晚对你的妻子李月女士实施了家庭暴力，现在需要你过来配合调查。家庭暴力？我昨晚一整晚都在酒店，和项目组的同事开视频会议到深夜，连门都没有出。我的酒店有完整的监控记录和门禁刷卡记录，可以证明我根本不可能出现在他所说的施暴现场。我的语速不快，但条理清晰。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好的，周先生，你所说的这些我们都会去核实，但你仍然需要来分局做一次笔录。城西分局的询问室里，我详细的理述了过去1周我的所有行踪，精确到每一个时间点，酒店的入住记录、消费凭证、公司的会议纪要、同事的证词，我拥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警官，报警人李月女士与我方当事人处于离婚诉讼中，且在财产分割上处于不利地位，对方捏造事实，恶意诬告，意图在离婚案件中谋取不当利益，并损害周先生名誉，其行为已涉嫌违法，我方保留追究其全部法律责任的权利。做完笔录，我暂时在分局的休息室等候，张律师则去和警方进一步沟通，并提交了我们带来的所有证明材料。大约1个小时后，一名警察走了进来。周先生，我们已经调取了酒店的监控，并与你的同事取得了联系，核实了情况，你的不在场证明成立，初步判断这是一起虚假警情。现在我们需要李月女士配合我们，对她身上的伤情进行鉴定。另一间询问室里，李月还沉浸在自己导演的悲情戏码中。他一回来就骂我，说我拖累了他，然后就动手打我，把我推倒在地上，用脚踢我。警官，你们一定要为我做主啊！我好害怕。然而，当鉴定的初步结果出来时，他的谎言就像一个被戳破的肥皂泡。李女士，法医报告显示，你脸上的抓痕角度和力度都符合自残的特征，而你手臂上的淤伤是旧性的，至少形成超过了3天，就与你所说的昨晚被打严重不符。警察将一份报告放在他面前。另外，我们已经证实周哲先生昨晚一直在酒店，根本没有回过家。李女士，现在请你解释一下，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李月的哭声戛然而止，他看着那份法医报告，脸上的血色瞬间退得一干二净。他没想到我竟然没有回家，他更没想到警察的效率会这么高，这么快就戳穿了他的一切。我记错了，可能是前几天打的。前几天？那你为什么要在报警时谎称是昨晚？李女士，报假警、谎报警情是违法行为，你清楚你现在在做什么吗？李月他浑身一颤，整个人瘫软在椅子上，他所有的伪装，所有的算计，在这一刻被彻底击碎。通知他的家人过来一趟吧。另外，法制科的同事也准备一下，这位女士需要为她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了。消息传到李家时，刚刚出院没2天的丈母娘眼前一黑，再次晕了过去。李月最终因为谎报警情、诬告陷害，被处以行政拘留15日的处罚。李家则彻底成了一个笑话。
丈母娘再次住院，病情比之前更加糟糕。老丈人一夜白头，整天唉声叹气。李小强卖掉了那辆我出钱买的豪车，拿着钱跑去了外地，说是要躲一躲风头，连他住院的妈都不管了。李月的律师在得知他被拘留后，第一时间联系了张律师，表达了强烈的和解意愿，并正式解除了与李月的委托关系。开庭的前一天，我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是老丈人打来的。他苍老的声音充满了疲惫和哀求。周哲，不，小周，我知道是我们李家对不起你，你能不能看在和小月夫妻一场的份上，拉他一把？他出来后整个人都傻了，财产我们一分都不要了，我们净身出户，只求你在法庭上能给他留一点体面。叔叔，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一步，不是我造成的。法庭是讲证据和法律的地方，不是讲情面的地方。我会把我该说的都告诉法官，至于结果如何，由法律来判决。法庭审理查明，双方感情确已破裂，准予离婚，房产判归我，补偿李月37万元。经查，李月恶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187万元，需返还我93万5千元，两相抵扣，李月到付我56万5千元。其冻结资金解冻后划拨抵偿，剩余财产我分7成，李月3成，驳回李月精神损失诉求。我走出法院大门，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长达5年的噩梦终于画上了句号。我拿出手机开机，直接点开了通讯录，找到一个号码拨了过去。喂，妈，阿哲，怎么样了？判决下来了吗？下来了，都结束了，我赢了。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传来母亲如释重负的哭声。好，结束了就好。我跟你爸这几天心都揪着。放心吧，妈，我没事，我准备开始新生活了。你们也保重身体，别为我的事操心了。挂了电话，我删掉了手机里所有与李月和李家有关的联系方式。我没有回那个曾经的家，也没有去酒店，而是到了半个月前看过的那个楼盘。周先生，您……我看中的是12栋701那套130平的3居室，今天能签合同吗？我全款。销售愣了一下，随即脸上绽放出狂喜的笑容。能，当然能。周先生，您稍等，我马上给您准备合同。半个小时后，我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一次，业主信息那一栏清清楚楚，只有2个字：周哲。同一时间，刚从法院失魂落魄走出来的李月，正茫然地站在街头。他输了官司，背上了50多万的债务，工作没了，名声也彻底烂了。他想回家，却发现自己已经没有家了。他父母的房子早就因为他母亲的病给卖了。如今租住在一个偏远的旧小区，他知道现在回去只会面对无休止的咒骂和埋怨。那些平日里一起喝下午茶、一起逛街的闺蜜早就把他拉黑了。半年后，我坐在新家的阳台上，手里拿着一本闲书，随意的翻着。手机响了，是张律师打来的。周总，有空一起吃个便饭吗？正好路过你家附近。我和张律师因为那场官司成了不错的朋友，我们在附近一家安静的私房菜馆见了面。酒过3巡，张律师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状似无意的提了一句：对了，前2天处理一个案子碰到个老熟人，你猜是谁？谁？你前妻李月。哦，他又惹上什么官司了？那倒没有，是他现在的公司请我们去做法律顾问。我在他们公司的员工名单里看到了他的名字，他在城北一家商场做化妆品专柜的柜姐。张律师的语气有些唏嘘。我那天去巡查，正好看到他，差点没认出来，人瘦的脱了相，一脸疲惫，跟半年前判若两人。我没有说话，只是静静的听着。那场官司后，李月的名声彻底臭了，稍微好点的公司都不敢要他。为了还债，李月一天打2份工，白天在商场卖东西，晚上去餐厅刷盘子。当初那个年薪300万的精英，现在1个月累死累活也就5、6千块钱。他那个弟弟李小强在外面躲了一阵子，钱花光了又跑了回来，没有了我这个提款机，他连生活都成问题，又染上了毒瘾，欠了一屁股债，天天被追债的赌徒。他妈身体本来就不好，被这么一折腾，彻底瘫在床上了，每个月的医药费都是个无底洞。他爸去工地上给人搬砖，前阵子还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摔断了腿。现在他们一家就靠李月那点微薄的工资吊着命，他妈骂他害了全家，他弟逼他拿钱还赌债，他爸躺在床上唉声叹气，听说他好几次都崩溃了，想从天桥上跳下去。张律师讲完，包间里一片安静，我没有发表任何评论。可怜吗？或许吧，但这一切又是谁造成的呢？是他们的贪婪，他们的自私，他们的无知，亲手将自己推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不说这些了，张律师，我敬你一杯，多谢你帮我开启了新生活。该我谢你才对，你那个案子现在已经是我们所的经典案例了，专门用来教育那些企图在婚姻里不劳而获的人。我本以为我和李月的人生再也不会有任何交集，除了每个月银行卡上带着司法划拨字样的欠款。然而生活总喜欢安排一些毫无意义的巧合，直到我和新婚妻子林薇逛商场时，恰好路过李月所在的柜台。周哲，关于李月的事情，在婚前我都和林薇坦白了。林薇是个善解人意的女人，给我和李月留下了解决事情的空间。老公，我到前面等你哦。我现在就是这个样子了，你是不是觉得很可笑？不可笑，这是你的选择。我的话像一根针，刺破了他刚刚酝酿起来的一点悲情。他的脸色白了一下，猛地抬起头看我，眼里重新燃起一丝怨毒。我的选择，周哲，你把话说清楚。
如果不是你赶尽杀绝，我会变成今天这样吗？你冻结我的钱，让我背上几10万的债，让我在整个行业里都抬不起头。你现在说是我自己的选择？他激动起来，声音也拔高了，引得一些顾客的人朝我们看来。我没有理会旁人的目光。李月，你还没明白吗？当你在购房合同上写下你弟弟名字的时候，当你拿着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给你弟弟买80万的豪车，给你父母大笔生活费，却心安理得地花着我的钱，享受着我提供的一切时，当你被我揭穿后不知悔改，反而拉着你的家人去我公司闹事，甚至不惜伪造伤痕去警局诬告我，想让我身败名裂，甚至坐牢的时候，一次又一次的选择的结果都是你自己造成的。我每说一句，他的脸色就苍白一分。你总说是你的家人拖累了你，但你有没有想过，你才是那个最大的帮凶和纵容者？李月，你这是愚蠢，是自私，是把所有人都拖进地狱的无可救药的愚蠢。他被我说的哑口无言，一个字都反驳不出来。我错了，阿哲，我真的知道错了，你放过我好不好？我妈瘫了，我爸也残了，我弟那个畜生还在外面躲债，我现在真的走投无路了，你能不能借我一点钱，等我缓过来，我一定还你。他开始哀求，开始卖惨，这是他最后的武器。我的心里没有一丝怜悯，也没有一丝快意，只有一片虚无的平静。你欠我的那483200元，按照你现在的工资，大概还需要8年才能还清，这是我们之间唯一的联系。我没有再看他一眼，转身就走。身后传来他撕心裂肺的哭声。那次见面之后，又过了1年，我无意中在一个本地新闻屁屁的社会板块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警方成功打掉一入室抢劫团伙，主犯李某被当场抓获。配图里那个被警察死按在地上男人正是李小强。据悉，犯罪嫌疑人李某的家庭早已支离破碎，其母多年前因病瘫痪，其父因工伤致残，家中唯一的经济来源全靠其姐一人在商场做销售，含辛茹苦的支撑。一个原本可能拥有美好未来的年轻人，是如何一步步走上犯罪道路的？这背后沉重的家庭悲剧，引人深思。引人深思。我看着这4个字，只觉得无比讽刺。作者永远看不到故事的全貌，他看不到这个失足青年是如何被姐姐和母亲宠成一个四肢健全的寄生虫，他看不到这个含辛茹苦的姐姐是如何亲手将一个幸福的家庭推向毁灭的，他更看不到他们一家的悲剧从来不是因为贫穷，而是源于那深入骨髓永不满足的贪婪。林薇从厨房走出来，端着一盘刚切好的水果，看到我对着手机发呆，便凑了过来。在看什么？这么入神？我关掉手机屏幕，把他揽进怀里。没什么，看了一个不好笑的笑话。什么笑话？我拿起一块西瓜递到他嘴边，看着他的眼睛认真的说道：一个关于你的钱是我们的，我的钱是我的笑话。林薇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什么，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他没有追问，只是靠在我的肩膀上。那讲这个笑话的人现在一定很难过吧？不，他现在很幸福。